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原来你是这样的诚意傻白甜男孩，游戏黑洞呈现的综艺效果爆表。诚意，他是琉璃里的雨丝凤，他是沉香如屑里的帝君应渊，他是底线里的周易安。诚意所塑造的角色都无限接近于角色。他熟读剧本，深研台词，因为看剧本而没时间玩手机，在演员的生活中恣意成长。他努力踏实，在片场基本都是一条过，放松而自在。而现实生活中的他跟片场里的他完全是两个人，笨拙且拘谨，性格慢热，话不多，注意力也不集中，时常走神，时常给人一种憨憨的感觉。这样的人上综艺就产生了很多的化学作用，他创造了太多意想不到的爆笑效果。诚意参加的综艺不多，可是他上过的那几期综艺效果都爆表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游戏黑洞，怕是要把队友气死的节奏吧。但也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的效果，才会让看的人更觉得好笑，仿佛看见了以前不会玩游戏的自己。完全不懂游戏规则，任何游戏都不敢让诚意一个人先玩，因为处于2G 世界的他从来都不懂游戏规则。但即使他是最后一组玩游戏的，他也依然不懂规则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导演介绍规则的时候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懂了，唯独诚意一个人是没听懂的，也不知道他是没懂还是没听。别人玩游戏的时候，他要么在走神，要么就只看了各自结尾的那一部分。其实很多游戏都是在节目里反复玩过了的，只不过每次都变着花样来玩。但不怎么用手机的诚意，可能压根就不怎么看综艺吧，是完全不知道怎么玩游戏的。因此每次看见诚意玩游戏就漏洞百出，需要专人在旁边指导他才行，而且可能讲一遍是不行的，要讲几遍才可以。憨憨的形象呼之欲出，跟剧集里的聪明劲反差太大。你好星期六你描述我猜环节，节目组将难度提高，用自己非母语的语系进行沟通，且有2个词条。诚意一上来就紧张，毕竟他玩这类的游戏比较菜鸟。他紧张地拿起一张题牌，当成扇子一般扇了几下，顺势就把答案翻过来看，这不是故意之举，但这就吓到了旁边的人，也逗笑了周围的人。本来是拿一蓝一红的牌子，结果他直接就拿起了面前的2块红色词牌，又是吓坏了主持人和老师。猜词环节也是笑点频出，诚意怎么都猜不出相亲2字，连何老师都着急的用普通话给他提醒了，第一次约会是家长安排的那个叫，他还是只想到了公园。脑回路果然跟别人不一样，大概他想到的是相亲角，这些大多都是在公园里面的，所以他只说出了公园。何炅直接笑到躺的，还跟导演说我们敲诚意常驻好不好，就玩这个。连经常玩这些游戏的老油条何炅都觉得诚意是这个游戏的梗王。在场的其他嘉宾也着急了，一起上前帮忙提示。当诚意猜出了亲字后，立马发出了疑问，第一次见面就亲了？一句话让所有人笑翻天，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呢？在交换手中的筹码箱子这个环节，诚意和蔡文静这一组将自己手中的550箱子跟别人交换，换来的箱子只有50。他俩看见这个结果后，演出了很高兴的假象。谁也没想到，诚意将心里话脱口而出演一下吧。旁边的杨迪听得一清二楚。诚意，你咋这么憨憨的呢？诚意打开荣梓杉的箱子，看见那全场最大的数值，也是兴奋的没忍住，直接发出了感叹声，我全场人都听见了，丝毫藏不住真实的自己的人啊。吴卓羲选择诚意出来换箱子的时候，
程毅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直接说：“我拒绝。”笑不活了，他不知道是到谈判桌上讲拒绝的吗？认真的程毅一开始就把拒绝写满屏。快乐大本营你演我猜环节，程毅还没等主持人说开始，就拉开帘子走出来进行表演。此时的他听见了计时的声音，才反应过来这有时间限制的。句号。傻傻的样子也太可爱了。吃西瓜答题的时候，程毅也是完全搞不清楚规则。他很快的吃完西瓜，回答了一个答案，时间到，他不得不又立马吃一块西瓜，紧跟着回答第二个答案。当时答题时间还有多余的，但懵懵的程毅以为是吃一块西瓜，回答一个答案，而不知道是吃完西瓜，在有效时间内回答出所有的答案。他立马又去吃西瓜，笑不活了。不得不承认，认真的男人玩游戏是拼尽全力去吃西瓜的，全场就他吃西瓜最快。奔跑吧，黄河记导演让所有人拍下跟龙阳峡谷合影的自拍照，然后发给家人等回复。所有人都拍完发送完毕了，只有程毅一个人悠闲地拍着风景照，完全不知道这是比谁最快收到回复的。永远慢半拍的程毅，在队友的提醒下，才知道要发照片。意想不到的笑点啊！玩猜牛肉环节，其他两组都已经玩过了。正常来说，旁边的人看了2轮也应该看懂了。程毅上场，依然不懂规则。憨憨的程毅以为拉面和牛肉是随便摆放位子，不知道牛肉的4个方向必须是一碗拉面。金靖都忍不住发出疑问：“你看了2局还没看明白？”当程毅喊到的25号格子是拉面后，他接着点名8号。在场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。程毅这是把游戏玩成了扫雷啊！他不知道这个游戏的思维跟扫雷是完全相反的吗？25号周围就只有2个号20和24，也就是说2选1，命中率很高了。但程毅没弄懂游戏规则，还一直按照自己的思路喊数。其他所有人说给他一次机会，重新选，以为在旁人的提醒下，程毅会懂。没想到程毅喊出22，让所有人都震惊。这是什么样的脑回路啊？所有人都问他：“你知道是怎么玩吗？”程毅傻起来的样子，属实可爱。极其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游戏。你好，星期六何老师让程毅介绍一下自己的新剧。程毅一本正经地做起了自我介绍，眼睛直视前方，一动不动，让周围人都笑了。何老师笑说像录 ID 的感觉。程毅在结尾处做了一个招财猫的手势。你咋这么甜呢？有程毅出现的综艺，笑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多。当你看见一个人一本正经地按照他自己的错误思维玩游戏时，你是什么感觉呢？这完全是气死队友，笑死其他人吧。金靖看得直着急，直接说效果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杨迪看完程毅的表现后，直接怒了：我怎么做效果带会？程毅玩游戏的效果可以说是综艺效果的天花板了，其他人都无法超越的那种。何老师还帮程毅找补说早上6点钟，程毅还戴着头套，以古人的思维在横店拍戏。拍完后摘了头套就坐飞机到长沙，直接就录节目，完全没休息的节奏。其实看了程毅之前所有的综艺节目，好像都是这样的傻白甜，并不是没休息好的原因。但他在初入职场的我们2里面的表现又有很多亮点，心思缜密，逻辑清晰，完全没有了其他综艺节目上的效果。也许程毅只是不适合玩游戏，但适合推理。程毅，赶紧加入喜剧人行列吧！你难道没有发现你的搞笑细胞吗？真的很独特，你的呆萌可爱惊艳了所有人，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好笑。